太震撼了！我跟你们说，这次是我无意当中闯入到这个寨子里面来的。当我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时候，让我心惊胆战。在他们当地的村里边，这种炸弹是很常见的。这两边都是一个炸弹1分为2，这个呢就是敲一下，就是放牛用的，就拿这个东西敲，敲的声音很清脆的。这都是货真价实的，这些都是弹壳了。这种我都叫不出来叫什么名字了。还有钢盔，它这个都是翻新过的，都拆过的。最大的就是这家伙了。然后你看一下这边还有小的，这边还有稍微小一点点的，还有这些，这个也有那么大。他们当地人都把这个收起来，收起来以后，有些说是镇财，有些说是驱邪。哦，我对这个玩意不是很懂，但是这个应该也是以前留下来的。听说这里有一个极速炸弹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以前我们在别人家门口或者是商店门口啊，都看到是1个2个的，3个4个，不会很多。今天呢，我们几个来这里边收货，路过这个地方，看到这个东西特别多。这就以前美军在打仗的时候在老挝这边投下的航弹，这些现在都是壳子了，但把它锯开了，很结实。然后这基本上都是1个型号的，大小都差不多。本地人拿来做院子的栅栏。以前我们在山上面的时候啊，偶尔可以碰得到那种没有爆炸的炸弹，但是没有这么多。刚刚听他们本地人在说啊，这个寨子里面以前还有更多，只是后面把它卖掉了。老挝这边的本地人啊，他们把炸弹就是加工成工艺品啊，或者生活必需品，像勺子啊，有一些花盆啊，还有一些其他东西，这边他们就卖掉了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当地人啊，就是用来做栅栏用的。不完全统计，当年美军在老挝投下的炸弹，包括地雷，超过2.7亿枚，其中1/3是没有爆炸的。1/3没有爆炸是什么概念？将近9000万枚是没有爆炸的。这些年的老挝人民呢，因为当年美军投下了未爆的炸弹，受伤人群高达好几万。到奥巴马上台以后，才出台了一系列方案，然后跟老挝这边每一年几千万美金来拆除这些炸弹。按照目前老挝这边排雷的进度的话，至少还需要100年才能把老挝这边的地雷给排完。曾经我有个朋友啊，他在这边买了块地，15亩地，当时排雷就排了将近3个月，排出来的地雷将近700颗。你想一下，这个地雷的密度有多大？可能很多军事迷都听说过极速炸弹，在老挝这边就用了极速炸弹。当极速炸弹从飞机上面丢下来的时候，它也有1/3是不会爆炸的。悲剧的是，当地的小孩子他们不知道，就跑到山里面，就把那些未爆的极速炸弹，几个小孩子在一起玩，你抛给我，我抛给你，结果悲剧就发生了。还有一些在山上面种农作物的、烧山的，就烧着就爆了。那有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好奇了，为什么美军打越南，他会把那个炸弹投到老挝里边呢？因为当时越南在老挝的成林山区里边开辟了一条小路，一条运输生命线，称之为胡志明小道。按照美军的脾气，他找不到嘛，对不对？他就炸，狂轰滥炸。在美军对越作战结束，都还没有找到那条胡志明小道。我以前没来老挝之前，我也不知道，在老挝川矿这个地区，有很多被炸弹炸过的地区，真的是寸草不生。几十年过后，也只能长一点点草，生命力比较顽强的树能长出来，其他都长不出来的。可能这就是造成老挝贫穷的原因之一。现在镜头里边这座山，就是被炮弹打过的，至今几十年了，也没有长出什么树来。美军当年投下的炸弹，给老挝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，但是炸弹已经成为老挝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老挝人民把炸弹的残骸把它弄下来，做成工艺品，船啊、房子啊，甚至花瓶啊，甚至首饰。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些锈迹斑斑的炸弹更像是老挝的一个历史符号，时刻展示着这个国家的沉重与苦难。那些原本狰狞的战争凶器，在老挝人民的独特性格和生活哲学之下，又变成了一种象征的精神，那就是即便我们身处苦难，也要让苦难开出花朵。